火力军今天想和大家聊聊芯片在军事领域的作用。视频开始前，我们先看看俄乌战场上俄专家吹过的牛逼。早在4月15日，俄罗斯国防部就宣布，俄军会在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中投入使用世界最先进的克拉苏哈 4S、摩尔曼斯克 BN 和莫斯科等电子战设备，号称俄军电子战部队可以碾压和瘫痪敌方军队指挥系统，使其无法向下属单位发出命令，同时还能保护俄军免受有针对性的空袭和无线电侦察，可以有效保证俄军各种类型作战部队的主要军事行动。甚至俄军电子战部队负责人尤里中将也站出来表示，俄军甚至可以提供太空部分的电子安全保障，连美国人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但结果是啥样，大家也都看到了，乌军的通信联络和指挥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反而在战争中体现出超越俄军的指挥通信联络水平。不知道这波打脸俄军疼不疼？好了，咱们这期视频正式开始。大家难道不觉得很奇怪吗？没有光刻机的俄罗斯，芯片超过90%都依赖进口，他怎么敢在这方面和美国硬刚？不怕靠着苏联时期威力不够铁棒加粗理论搞的电子战系统被美国制裁吗？芯片作为高度集成电路，是很多智能产品的心脏，有时候是能反映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现今世界，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半导体技术处于领先地位。全球前20大半导体公司中，美国8家，日本3家，韩国2家，而俄罗斯一直以来都是芯片进口大国，关键它进口最多的是美国芯片。我们都知道，美俄之间的爱恨情仇都足以谱写成一本殿堂级的小说。俄罗斯这样依赖进口，就不怕哪天美国真的翻脸搞俄罗斯一波吗？好吧，详细了解后的火力军承认自己想多了。虽然俄罗斯90%的芯片都来自进口，但他作为美国的老对手，怎么可能不提防一手？要是真的傻不愣登的将美国芯片用于国防，那不是等于买菜送上门，菜到家了吗？所以俄罗斯把进口的芯片都只用来生产民生产品，另外10%用在军事领域的芯片都是俄罗斯自己研发和生产的，属于高度机密那种。再加上俄罗斯使用的还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3进制计算机技术，对于自主研发芯片有着自己独到的方式，因此俄罗斯并不担心美国的芯片制裁。另外，目前的芯片制裁其实只能造成经济上的打击，并不会对军事领域造成太大的威胁。首先我们要知道，民用芯片和军用芯片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民用芯片必须要考虑面积、功耗等因素，像手机、智能手表这些便携式设备，它们的体积是有限的，每个设备的空间都是寸土寸金，因此手机芯片体积越小，就越能给手机带来更好的设计。所以想要在性能上提升，就必须从工艺、制造、架构等方面入手提升。这也是为什么会发现许多台式机的 CPU 芯片制程并不高，而平板电脑的芯片制程会高一些，到了智能手机后制程又会更高一些。像我们现在智能手机的处理器都是7纳米和5纳米的芯片，而性能越高的民用芯片在生产上就越需要依赖光刻机，而俄罗斯没有光刻机，自然就需要大量进口芯片来满足市场的需求。但对于许多军用设备而言，对芯片尺寸的要求并不高，军用芯片更加注重稳定性和屏蔽性。就算军用芯片的体积大的跟个平板一样，那都不是问题，晶体管数量不够就用面积来凑。即便是芯片强国的美国，目前军用芯片的制程大多都是65纳米，因为芯片不是越小越好，芯片越小，晶体管之间的距离越短，就容易产生量子隧穿现象，会导致实际抗干扰能力变差。因此，没有光刻机的俄罗斯也有能力生产出满足要求的军用芯片，而且俄罗斯的电子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弱，只是相对美国这样的大国显得比较拉胯而已。目前俄罗斯已经可以制造180、90、65纳米制成的微电路，这样的制程技术已经完全可以满足军事设备芯片的制造要求。他们芯片制造的特色也很好地反映在了武器上。俄罗斯主攻的军用芯片不需要很先进的芯片工艺和数据处理能力，他们一贯的做法就是简单、廉价、好用。
在这种思路下，俄罗斯的武器虽然有不少已经大量使用晶体管芯片，其中60纳米到90纳米工艺的各类逻辑芯片是俄军装备的主力，但仍有一部分俄军武器还是沿用的电子管。我们知道，虽然芯片技术是俄罗斯的软肋，但是他们却能在自己原有的电子管基础上，利用自己的强项，模拟电路技术，用晶体振荡器来代替传统意义上的芯片，从而弥补芯片技术的不足，实现军用领域的自主可控。这脑瓜子也挺好使的。就比如俄罗斯的雷达信号处理技术，俄罗斯往往一个信号处理通道就得做成一个机柜，而美国只需要一片芯片和一块印制电路板就能解决。所以俄制武器都比较傻大粗，其综合性能其实不比美制的精细武器差太多，算是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俄罗斯虽然电子工业落后，但是他们的雷达和防空系统却处于世界一流梯队。让火力军评价就是俄制武器变丑了，但也变强了。苏俄的电子工业水平与欧美差距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俄罗斯有一批积累深厚的基础科学研究人员和一批设计能力顶尖的工业设计师，将俄罗斯落后的电子元件潜力开发到了极致，能将单一性能的设备整合到一起，变成一个综合能力顶尖的军工产品。像俄罗斯的苏制战机、防空导弹等都畅销海外，还有什么核导弹、核潜艇、战略轰炸机，哪一款不是俄罗斯技术缝合的产物？当然，这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俄军舰，基本不用看上面悬挂的旗帜，火力军就能准确无误地做出判断。在俄制航母上，我们能看到大量的电子对抗设备，空中警戒相控阵雷达和防空武器等防御性武器外，还可以看到在美航母上根本找不到的远程反舰导弹。比如库兹涅佐夫号的飞行甲板下面就藏有12枚 SSN-19 垂直发射的反舰导弹。另外，库兹涅佐夫号还有2座 RBU-12000反潜火箭发射器，这些都是在美航母上找不到的。除此之外，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战场上，俄军采用的电子战系统也让美军吃过苦头。现代无线电理论的创始人波波夫是俄罗斯人，俄罗斯自然有着很深的无线电基础底蕴，而研究雷达所需要的正是无线电基础科学，而并非电子元器件。一个电路乃至一个系统能够完成的任务，不在于它使用了什么样的元件，而在于它的设计理念和思路。俄罗斯的电真空器元件水平是世界一流的，大功率的高频和微波元器件的性能排在世界前列，所以俄罗斯的大中型雷达和通讯机、干扰机在功率放大器和强电磁波输出方面具有最好的性能，在超高频和微波领域有很高的水平和能力。那么，俄罗斯电子战系统是强是弱？为什么在俄乌战争中存在感那么低？想想俄罗斯以前在叙利亚的重要地区和军事基地部署的电子作战系统，再瞅瞅此次俄乌战争俄罗斯的故技重施，你心里应该有个大体概念。在叙利亚部署了可汗4电子战系统、P300M1P Debro 自动干扰系统、萨马尔汗和 Rosivnik A1RO 综合电子战系统，以及可干扰 GPS 信号，甚至接管机载计算机控制的反无人机系统，基本是全方面针对进行作战的。就比如其中俄军的 GPS 干扰机专门干扰 GPS 信号。自2019年底开始，美军飞机和战车换装抗干扰的 GPS， 这款装备的最大特点是将惯性导航系统作为 GPS 失效的备份。究其原因，是俄军新一代 GPS 干扰机投入使用后，美国和北约的 GPS 系统大规模失效。由于 GPS 信号被扰乱，致使美国为首的联军白白消耗了众多的精确制导炸弹，空袭效果也大打折扣。此后，美国研发了抗干扰的 GPS 接收机，并使用新型定向天线过滤干扰杂波。然而，俄罗斯很快就有针对性地研发出功能更强的 GPS 干扰机，美军的 GPS 系统还是屡被弄瘫，你来我往，招数频发，总要有一方先认输。而到了乌克兰战场，同样部署了一系列豪华的电子战设备。RB341V 系统可以干扰卫星导航系统、3G、4G 通信。RB301V 系统可以用于拦截和干扰乌克兰军用地面和机载高频和超高频无线电通信。RB636 系统用于定位和截获乌军无线电信号。
RB109A 系统可以降低通信卫星的传输质量和干扰通信卫星信号。ERL257 和 R330ZH 侦察和电子攻击自动干扰站，甚至用来干扰美国空军E3预警机的远程雷达信号。可以说，俄军恨不得将所有的电子对抗设备都带上，但结果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在俄乌这场战争中并没有发挥出作用，这些电子战武器设备无论是听起来还是看起来都挺唬人的，但从俄乌战场上的表现来说，好像俄军从冲突发生的初期就已经放弃了电子战攻击，有点虎头蛇尾的感觉。对此，美军还在一旁分析了俄乌战争中为什么俄军电子战部队存在感低的原因。其中一条，火力军觉得挺对的。俄军以往被吹嘘的全宇宙最厉害的电子战系统，大部分是执行强大的噪音压制干扰任务，是按照苏联时期威力不够铁棒加粗的理论研制的。在冷战时期，或许是世界先进的水平，但到了现在，这种电子对抗设备已经过时了。现在已经有了更好更新的改进型。如果说美国的电子战是有针对性的精准干扰打击，那俄罗斯的电子战就是无差别的大水漫灌，量大管饱。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俄军或许在野蛮式电子战领域确实很强，但他们已经不适合现代化的精确电子战了。熟悉电子战的都知道，在电子战中，干扰功率和带宽是成反比的。比如1兆赫兹带宽干扰机输出100瓦，扩展到100兆赫兹，每兆赫兹上的干扰功率只有1瓦，几乎是什么都干不了。干扰机的前提是频率分析和精准跟踪，精准度越高，这样才能集中所有的能量在窄带上瞄准频率干扰。而频率分析和跟踪都需要高度依赖电子工业水准，这方面正好是俄罗斯的软肋。这也从侧面证明，俄军在现代电子战领域缺乏技术和战术，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没经费和训练不足。就像这次俄乌战争，北约监听到俄军不止一次的出现上级要求某个电子战部队立即停止电子干扰。俄罗斯这种野蛮式干扰不仅会干扰敌人，同时也会对自己的无线电系统产生干扰和损坏，这也导致俄军在协同作战时比较混乱，甚至还出现了高度机密的克鲁斯汉电战系统被乌克兰缴获的事情。这可是美国一直想要的东西，如果把其中的密码系统给破译了，那你想想还能好吗？而俄电子部队在乌无法发挥作用的原因，除了自身的技术落后外，乌克兰军队拥有大量北约支援的数字化加密通讯设备，同时也普遍使用民用手机进行联络，使得俄军很难在电磁频谱中确定乌军的通讯设备。因此，俄军在早期就放弃对乌的电子作战，所以我们才觉得俄电子部队的存在感低。那这时有人会问，前几年俄军苏24战机不是还在黑海电子压制了美国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吗？难道是后者已经垃圾到被俄压制的地步了吗？当然不是了，这其实和电子干扰作战的距离有关。任何飞机只要携带干扰吊舱，近距离骑在美国驱逐舰头顶上，都能让舰艇瘫痪2分钟。但这种干扰在战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在战时驱逐舰是不让战机靠近的，远远的就将战机打掉或者是逼走，怎么可能让它在头顶上拉屎？俄乌开战以来，暴露了俄罗斯电子作战能力的不足。那要是俄罗斯有了高精度的光刻机，那又会如何呢？光刻机作为半导体芯片的母机，可以说是半导体制造业的命脉，其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一个国家拥有核武。俄罗斯要是有了高精度的光刻机，就可以制造出新概念的雷达、电子设备和高精度传感器，军事实力就能更上一层楼。比如最近几年一直被科技新闻所提到的太赫兹雷达，就是目前军用领域研究投入很大的新概念雷达。如果用太赫兹技术制成雷达，就能得到比 X 波段火控雷达更加精细的图像。同时，太赫兹比红外光学探测更有优势，它能穿透红外光学探测穿透不了的烟雾、沙尘等遮蔽物，能够在敌军武器装备释放干扰弹、烟雾的情况下，精准地侦测到目标，以后反恐作战的必备武器。除此之外，太赫兹雷达还具有载频高、合成孔径长度小、成像速度快的优点，可以实现对运动目标的视频成像和跟踪，在未来是所有隐身兵器的头号死敌。而太赫兹雷达的核心无疑是天线组件，它是一种高精度的半导体元器件，可以用高精度光刻机来制备，
用高精度光刻机做出来的天线组件器件性能好、精度高，使得太赫兹雷达充分发挥其能力。到了航天技术领域，拥有高精度光刻机的俄罗斯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说不准就能赶超美国了。像火箭、导弹这些武器的导航系统、制导系统都是需要使用高精度的电子元器件的。像导弹想要打得更远、精度更高，就需要电子元器件，不但要尺寸小，减轻导弹重量，而且还要求元器件精度要更高，才能使导航和制导更加精密，误差更小。这也是美国导弹可以做到更小、精度更高，雷达技术一直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的原因之一。最后就是在战斗机领域，俄罗斯未来的机载有源相控阵雷达也可以采用高精度光刻机来制作天线和元器件，用更加先进的制程来制作元器件，比如雷达的半导体元器件，以前用150纳米、90纳米制程工艺来制作，未来就可以用22纳米甚至10纳米的制程工艺来制造。我们知道，制程越小，半导体元器件集成度就越高。在同一块尺寸的电路板上，元器件运算性能成倍提升，功耗大幅下降。以后俄战机就会变得更加灵敏。总的来说，俄罗斯是知道芯片的重要性，所以军用领域的芯片都是自己搞，也明白光刻机在军民用半导体领域具有的重要价值和地位。但俄罗斯的军队距离成为一支现代化军队还有很大差距。目前的俄军是无法在与西方对抗中夺取电磁权的。火力军觉得，芯片在未来肯定会向集成度更高、功耗更低、运算速度更快、储存空间更大、更加智能等方向发展。但对于军用芯片这类用于航天、武器上的特殊定制化芯片来说，对于芯片的集成度、功耗、灵活设计等更为看重。例如，由于高功耗需要更大、更重的电源组件，航天器中的散热处理也需要庞大沉重的机械结构，所以在航空航天系统中，能将功耗减至最少非常重要。因此，在设计环节，将完整系统集成在单芯片的 SoC 芯片为主要的技术方向；在封装环节，更高密度集成的 SiP 封装会成为未来技术趋势。一切因芯片技术而悄然改变，世界因为科技变得更加神秘莫测。好了，有关芯片对军事领域的影响，火力军已经将自己看法陈述了出来。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